手操纵，黑云翻涌，恶意伺机而动。我大喝一声，地面卷起狂风。不必歌颂，我本就骁勇，无法忍受呼救震耳欲聋，那就别回头，我来终结战斗。当笼中的困兽，那不像我，是消极的等候，那不是我，深水中觉醒封藏的力量，一无生之需求，正义存亡。别太慌张，火力登场，自觉避让，且待我收拾这战光，年少要轻狂，龙潭也巨壮，这一战不忘，我守护的光。我可是连刀都没出鞘，就把你打趴下。镇魂阶的道理，你根本就不懂。少将军，怎么样？你们踏风族的人就是会搞偷袭。什么偷袭？我这叫正大光明的救人，欺负女人男人最没有本事了。要打跟我打。你放心吧，有我在啊。你也逃出来了。也，曹彦斌，他没来救你们吗？是这样的，是你母亲把我放出来的。她叮嘱我的守护元神很厉害，让我来帮忙。你们这帮寄生人，仗着守护元神厉害就狐假虎威，不要你们帮，我自己来。你不说你守护元神很厉害吗？还装什么？快叫出来啊！不是你说别狐假虎威的吗？再说了，我有守护元神，怎么了？要叫你也叫呗，又不是没有。哼，你还真说对了，他就是没有守护元神，揍他都嫌麻烦。闭嘴，有你呢！女生说话你别解岔。少将军，你的锁神链还真难解呀，可花了我不少时间。等打赢了这个丑八怪，记得帮我领路哦。领路？原来你就是领路人。好啊，严灵玉派你来，就是料定了我不敢杀你是吧？他的算盘打得真精啊！对不起，他不能跟你走。敢跟我抢人，你又是什么人？你见过有跟死人做自我介绍的吗？你只需要知道，接下来的对手是我就行了。可以，跟你打，但不是我，是跟他。就让你见识一下魔无形的厉害。
沙罗曼达！你若是放心不下，可以出去看看。不过最好带上我，万一有需要，我还可以帮上一把。怎么？你想出去？你担心你的女儿，我担心我的同伴，为什么不想出去？恐怕你借口担心是假，想和同伴会合才是真吧？到时候，他将你手上的锁铐一解。 你们若抛开石火王不管，掠走我家若夫，那我岂不是？你怎么了？怎么脸色这么难看？我没事，跟你无关。你这是干嘛？ 看起来你的内伤不轻，暂时先这样缓解一下。不过我可以运转的元神力有限，需要些时间。如果像这样，在锁神链的控制之下，你还要强行运转元神力的话，恐怕对你的身体不好。没关系，你的伤比较严重。 你真的不会跑吗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认为我和我的同伴会对凌风界不利。不过信任这种东西是保证不来的。你要是不放心，可以等我帮你疗完伤之后，我们一同前往。到时候，就算我和我的同伴有任何异动，你也有能力一战。 好，我信你一次。叫你们的守护元神，快！权杖妙才，出战！ 有何吩咐？武神曲，哼，有意思。沙罗曼达，撕碎他们！
了吧？你们的人五行在我的魔五行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。沙罗曼达，料尽了他们！ 老虎不光，上！曹彦兵，被人踩在脚下的滋味如何啊？你是谁？我是能帮你的人。怎么帮我？知道为什么现在的你如此弱吗？那是因为没有杀心。哪怕是被人踩在脚下，哪怕是你所会最在意的朋友，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，你都还没有动过真正的杀心，你弱爆了。杀心？还记得你怎么从千机黑叉出来的吗？如果我动了杀心，会怎样？就交给我好了。哇！沙罗曼达，干掉他们！处而去吧，去体验一下美妙绝伦的自由。
曹彦兵，你要干什么？志阳，快点！中国重重金刚山林火焰狂动中人手，九幽周水浑身随香云三地图出门，他上进行我案。夏玲，曹彦兵他怎么了？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？他应该是被反噬了，而且比之前更严重。反噬，3两句话说不清，赶快带他去疗伤吧。好，若夫，你赶紧把客人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疗伤。是，母亲。一定是主人。可是明明……别再回来找我了。难不成主人其实一直未曾湮灭，一直在这个世上？跪下！你可知错？女儿不知。你想逞英雄，竟然不惜假冒领路人去和石火王拼命，这还不叫错？我不装，难道要告诉石火王，其实我们凌风街的领路人已……住嘴！你还敢说？要不是我找人替你收场，你早就身首异处了。我知道，你就是嫌我没用，什么忙都帮不上。你简直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那3个人是杀了石火王不假，可是我们也欠了他们人情。你别忘了，他们也是想找领路人去芦花鼓楼。你让我现在该怎么做？这有什么难的？不给不就行了？不给？你真的以为就这么简单吗？你忘了方才好好一个房子瞬间变成废墟的样子吗？如果真的拒绝，你敢保证那栋房子就不是我们的下场吗？5年前的灭族之祸，我们已经经历过1次了。我不想再冒任何一点险。这一层，我确实没有想到。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啊？你先起来。刚才有受伤吗？并无大碍。你不要再管了，后面的事情交给我来解决。母亲，又是我不用管了，难道我真的一点忙都帮不上吗？你要真想帮忙，也不是不行。就这么简单，这样做有什么用啊？不必多问，去做就好了。是。曹彦兵，终于见面了。你是谁？我说过了，我就是你。如果说你是我，那为什么之前我没见过你？你还记得镇狱童子吗？数千年前镇压过一股魔气，
那是魔尊殒命后残留的一部分力量。什么魔气魔尊，什么鬼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怎么跟你没关系了？镇狱童子正是因为对付你，才阴差阳错打开了封印，叫魔气一散而出，侵进你的身体，进而寻到你心中最黑暗之处，画出了我这个模型。你是我画出的？不错，我正是你元神的暗面。你想做什么？当然是和你一起称雄，给你无上的力量了。力量？什么意思？难道你忘了吗？方才可是我帮你灭了那个食火王的。不要啊！我还小小的展现了一下我的力量。那栋被炸毁的楼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太凶残了，没人性！这种力量我才不稀罕呢！居然说我没人性，你是不是傻呀？我又不是人，要什么人性？况且，又不是我让那魔兽咬掉了它主人的脑袋，而是你。怎么可能？你少造谣了！你再仔细想想，要是你不动杀心，我根本施展不了力量。我的一切行为，其实都是由你来决定的。曹彦斌，这里是镇魂街，只有拥有绝对力量的人才能实现自己的所求。想想你的母亲吧，芦花鼓楼可不是那么容易挑战的，仅凭你自己的实力还远远不够。你需要我，也只有我才能帮你。好好考虑。曹彦斌，欢迎你随时唤我出来。记住方法，杀心。茫茫风度中，重重金刚山，灵宝无量光，洞照颜值凡。九幽诸罪环身随香云帆，定慧净莲花，上身神永安。茫茫风度中，重重金刚山，灵宝无量光，洞照颜值凡。九幽诸罪环身随香云帆，定慧净莲花，上身神永安。灵宝无量光，洞照颜值凡。九幽诸罪环身随香云帆，定慧净莲花，上身神永安。我都已经念了10遍安魂咒了，他怎么看着还是这么虚弱？他这样算是没事了吗？以我以往的经验来看，他要安全醒来才算没事。他这次比上次有反噬更严重，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。你刚才说他这种反噬在上一次奸计黑叉的时候就已经有了，那他上一次有没有像今天这样力量强大到不可思议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我是第一次在战斗过程中看到他被反噬的。那样子，真的太吓人了。还好控制住了，不然真不知道会怎么样。进来。他怎么样了？暂时没有生命危险。你专门来看他？我听母亲来传话，说你们替踏风族除掉了食火王，劳累一番，母亲特在家中设宴，请北洛前辈前去一叙。你母亲请我？只请了北洛，那我呢？具体的我也不清楚，只知道母亲想为白天的行为向北洛前辈道歉。哦，我懂了啊！白天你们是有点误会，我在不合适，你去吧，我在这陪他。母亲还说，他们喝酒聊天，怕你嫌闷，让我带你去临风街逛逛，好生招待。你想不想跟我去？他在这很安全的。行，听你的，劳烦了。奉命行事而已，走吧。
来，我给你斟上一杯。来，雷洛大哥，之前呢多有得罪，这杯酒呢就当我赔罪了。事情既然已经过去，不必再提。那行，那我们就共饮一杯，庆祝凌风街转危为安。好。你试一下这些菜吧，这些都是你当年喜欢吃的。来，试一下。谢谢。我记得这些鲜花瓶曾经是天月兄的最爱。我之前在牢房的时候问过你，你一直欲言又止，说晚些时候再向我解释。他是出了什么事吗？我兄长近些年得了重病，他已经很少出门了。得了重病？什么病？全都是恶灵给害的。5年前，我们凌风街遭到一个恶灵军团的入侵，当时族里面的人死伤大半，差一点就灭族了。我兄长十分自责，加上对我们塌风族的未来甚是忧虑，本来他就身负重伤，所以就一病不起。而这些年，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，根本就难以问世。我这才不得已的当上了代理镇魂将。那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？我能不能见见他？雷洛大哥，你和我兄长相识一场，牵挂他，并且还想探望他，我真的很感激。不过，兄长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昏睡，而且行动也不便。就算你去见了他，估计你们也没有办法相谈叙旧。我看，还是别见了吧。其实，也不是非要交谈，我去见上一面便可。那行，我看看兄长情况，如果近几日他精神状况稍微好一点，我就带你去见他。好。来，再喝一杯，我给你倒上。谢谢你啊，这种天气还陪我出来逛。哎，这儿可真美啊，还好没被石火王抢去。行了，知道你出了力，一会儿你想吃什么，请你吃便是。我不吃了，我都吃撑了。你不嫌招待部周就好。我觉得招待的特别好，你知道吗？我大学毕业之后，很久都没有像这样悠哉悠哉的逛吃了。哎，那是干什么的？我们去看看吧。歇歇脚吧，一直逛不嫌累啊。哦，对了，你今天有没有受伤啊？你看伤势了吗？我完全没事儿，不用你管。我今天看到石火王一个剑气把你震出好远呢，你确定没事吗？要不要我叫李轩辕给你看看？我的守护元神李轩辕，他不仅会打架，而且他还会炼制丹药呢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也没多想就。其实我也是不久前才召唤出守护元神的，这事我挺有经验的。要不然你跟我说说，看看我能不能帮到你。老板，来壶酒。你跟我说说吧。再来2个小菜。你就跟我说说吧，反正不用。我唤不出守护元神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跟你很熟吗？你也别那么生气，我就是想关心你。不用你的关心，我知道，你之所以对我这么热情，就是因为我是领路人，想让我帮你领路罢了。假惺惺的，我不吃这一套。我真情实感的关心你，你说我假惺惺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们不来这儿的话，你根本不可能坐在这儿。我。来，哎，请用，起来。谢谢。下去吧。我那是一时大意，再比一次，我一定不比你差。跟我比，
你是打酱油瘾是吧？我可不奉陪。不比拳脚，比酒，敢吗？来，来，来，再喝一杯。是我，好，是我，你快喝了。是我，你喝，早渴了。来，今日我们不醉不归。心中在蚕食着一年，看具象的世界颤动着漫漫琴弦，我们穿过浓烟，无畏风浪过街，便赤足上前。生命如落叶，打捞不到一眼，我蒙蔽的双眼，来窥破未知凶险，在命运的刀尖，面向至暗伤源，感动成一约。手操纵，黑云翻涌，恶意伺机而动。我大喝一声，地面卷起狂风。不必歌颂，我本就骁勇，无法忍受呼救震耳欲聋，那就别回头，我来终结战斗。当笼中的困兽，那不像我。是消极的等候，那不是我。深水中觉醒封藏的力量，一无生之需求正义存亡。别太慌张，火力登场，自觉避让，且待我收拾这
其实今天来，我是想向你解释清楚原委。我们3人要去芦花鼓楼，其实是为了救人。救人？对，我那个昏迷不醒的同伴叫曹彦兵。10年前，他的母亲进入芦花鼓楼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出来，所以无论如何，他都要进到鼓楼救出母亲。啊。至于夏玲，他的父亲曾经是镇魂将，10年前死了蹊跷，所以他要进到鼓楼调查清楚。那，你呢？我自然是为了水儿。水儿？你女儿吗？你找到她了？找是找到了，但是3个月前，我遭到奸人迫害，水儿也受到牵连，元神破散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听说芦花鼓楼里面有一个叫蓬莱的秘境，其中含有神之力量，而且能够净化污秽，有回春万物的功效。所以我就在想，我能不能进到鼓楼里面，利用这种力量救回水儿？凌玉，我们3人进那鼓楼，都是为了至亲至爱之人，我知道你一定能明白的。所以，在领路人这件事情上，我希望你能够出手相助，让若夫帮我们领路。这是必然的。这件事情要是换作是我也一定会不顾一切代价进入鼓楼的。你放心，明日我就和若夫去商议此事。不过今天晚上我们就好好喝酒叙旧。来，我再敬你一杯。好。我真是不能理解了，你酒量这么差，你还拼什么酒啊？哎，小心一点。我没醉，我还能喝，拿酒来。颜若夫，你是不是不逞能憋出什么大病啊？水，我要喝水，我要喝水。到底是谁招待谁呀？我要喝水。我给你拿水，水，来了。我再敬你一杯。凌玉，我看今天都喝得差不多了，你累了一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贝洛大哥，咱们这么多年没见面了，干嘛这么着急走呢？我跟你说，我府上好酒可多的是，你别跟我客气。今天啊，不醉不归。来，你呀，别跟我客气。这杯呢，我就先干为敬了。凌玉，我记得你有内伤在身，你喝那么多酒，我怕你伤势会加重。今天还是点到为止吧。我一个女将军，哪这么娇弱？没事的，更何况今天是遇到故人，所以啊，我们今天必须是不醉不归。接着喝，来。好。怎么了？抱歉，我出去一下。哎，贝洛大哥，你没事吧？不好意思，可能是岁数大了，酒量有点退步。我马上回来，你等我一下。贝洛大哥。曹元兵呢？在房间吗？肯定在房间吧？你喝完酒了？这么快叙完旧了？先别说了，进去看看。啊？看什么呀？你不是说要看什么东西吗？看着没？先关门。啊？关门。什么情况？
尊圣主之际，以无懈为美，弃地狱，换六道。以无懈为美，弃地狱，换六道。尊圣主之际，以无懈为美，弃地狱，换六道尊主居士。天狐，你真的还在这个世上？天狐终于又见到你了。几千年都过去了，你这小狐狸还是那么爱哭。看来你还保留着当初我留给你的玩具。我记得您说过，这面小剑是用补天石的残片制成的。它虽不如顽石一般有泥和天裂、起死回生之效，但是我想着，它或许能将你唤出片刻。确实是只有片刻。待会儿记得再把我送回曹彦斌的体内。天狐记住了。可是主人，您为何在曹彦斌体内？您不是应该在当年那场大战之中湮灭了吗？湮灭？没那么容易。当年大战虽败，但我却留下残气，游荡于世间。历经千年，吸收天地之髓，终于在800多年前重新变得强大，却不想再遭封印，被那镇狱童子镇压。但就在不久前，曹彦斌这小子从天而降，不仅让我得以重见天日，还因为他的武神躯，我多了一个栖身之所。原来您就有这般遭遇，难怪曹彦斌会如此厉害，竟然是借助了您的强大力量。但更妙的是，曹彦斌他居然想去芦花鼓楼。你可知道那芦花鼓楼里面有什么？我听说，那里面有个蓬莱，里面有着至高无上的神之力量。那你可知道那神指的是谁？那力量又归谁所有呢？难道是？当年我肉体虽亡，但我力量的核心却难以化灭，被锁在那蓬莱秘境当中。如今我既已化形，我要彻底侵蚀曹彦斌的心智，夺取他的躯体，然后再取回蓬莱当中的力量，我便可以重新主宰世界。什么？您说的是真的吗？我没有听错吧？我又什么时候骗过你呢？那您需要我做什么？天狐一定肝脑涂地。暂时，你什么都不需要做，以后再说吧。
其实曹彦斌前往芦花鼓楼，并非是巧合，而是有人故意指引。有人指引？什么意思？那人名叫黄甫龙斗，虽是人类，却是镇魂街百年难遇的强者，有着颠覆灵界的野心和强大的实力。他想获得芦花鼓楼里的力量，这才将曹彦斌引去。我怕他到时候乱了您的计划，需不需要我将他？天虎，你知道这世间最有趣的是什么吗？是看戏，看别人苦心孤诣、设计精益，到头来却为他人做了嫁衣。难道说这场戏不精彩吗？这世间太无聊，得找点乐子才对。你说呢？乖，我会再来看你的，小狐狸。主人，主人。主人，我这次可以将狐狸耳朵变没了。不错，这次变得非常好。小狐狸，主人还有正事要做，你先去别处玩吧。主人，这次大战，请带我一同前往。我已说过，不用你去。我知道自己年纪小，力量弱，但是我想为您拼死一战，我也想保护主人。啰嗦。主人，小狐狸，我会再回来找你的。主人，主人，不管您需不需要，我都一定会帮你。什么？你说严将军故意支开我们，是为了对曹彦斌？确定吗？我也只是猜的，本来打算晚上少喝2杯就回来的。但是颜灵玉，他非要拉着我，就算是忍着内伤，也要跟我一醉方休，就像是在拖延时间。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，所以就设法早点脱身回来了。希望是我多想了吧。我觉得是你多想了吧。不过我们刚到灵峰街，就跟踏风族的人结下了梁子，你难免警惕一点。但是看到他现在没什么事，我们也不要乱猜忌，以免冤枉了好人。有道理。可能是那么多年走南闯北，警惕惯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今天跟严将军喝酒，有没有提正事儿？你说领路人，提了，非但提了，而且我还跟他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要去芦花鼓楼。他倒是没有推脱，很爽快的就答应让颜若扶为我们领路。这就答应了，没提什么条件？条件？没提条件啊。可能是我们帮灵峰街搞定了石火王，他投桃报李，也算是人之常情。No， 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觉得颜灵玉他是表面对我们热情，其实对我们另有所图？图的还不小呢。结合他今天晚上极力挽留你，我严重怀疑他的目的是图什么？图你！真的，我觉得他是图你。
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我真的是这么认为的。其实我已经分析过了。你想他，你别赶我呀！他贵为将军，其实他什么都不缺了，而且长得好看又不缺钱。你说他缺什么？你说他的人生缺什么？只缺觉。早点睡觉，别下酒。哎，那我再说一个，就一个，认真的。说。是这样的，今天曹彦斌虽然帮助大家击败了石火王，但是他摧毁了一座房子，并且样子也挺可怕的。将军虽然没说什么，但是我觉得族人对我们是有很大意见的。哦，你看今天那个邵将军来了以后脸多臭啊！我提议我们一起帮助大家修房子，缓和一下跟族人的关系。这话说的还在理。而且你还可以在女将军面前好好展示展示。我其实还有一点别的创意可以给你说，你要不要听听啊？那就这么定了，咱们明天见，拜拜，晚安。不知被谁袭击，昏了过去。你觉得这个理由像话吗？属下不敢欺瞒将军。属下今早醒来就发现被人打晕了，扔在院里，确实不知是谁下的手。北落师门？应该不是，属下也怀疑过他，所以方才借口送早点，去试探了。他和那个叫夏琳的姑娘，并没有什么异样，应该不是他们。如果不是他们，那还会是谁呢？将军，不如属下今晚再去一试。不可。昨晚是因为曹彦兵重伤昏迷，北落师门和夏琳都没有防备，我们才有了胜算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你传我命令，明日我要设宴，款待客人。您这是何意啊？要解决对手，未必就得打打杀杀。你照我说的安排下去就好了，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的。是。夏玲，北洛，人呢？你这画的不错呀。这话可不敢说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看着长什么样。老板，来顿包子。哎，好嘞啊，稍等。来。
给您了，给您。脏了。我去给你换一个。多少钱？不要钱，不要钱。为什么不要钱？不，你不会说话？不，你刚才不都说的好好的吗？不。这夏令北楼在哪儿呢？哎，钉子。哎，在这儿。好。哎呀，我们干得不错啊，一上午进度喜人啊。啊，你们俩怎么在这修房子呀？我快饿死了。他醒了，你怎么样？感觉难受吗？我除了现在饿的有点难受，我还有什么难受的？你什么都不记得了？我需要记得什么？你们俩说话呀！刚才过来是临汾街的人，看我就跟见鬼了一样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那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在这儿修房子吗？他昨天被人炸了，你干的。我干的？嗯。那怎么可能？我昨天……哎呦，相公，你快来！咋了？你看是不是那个人把咱们房子推倒那个？就是他。我昨天在这儿打的石火王。没错，你昨天在这儿打的石火王，在战斗过程中，你又被身体那股力量反噬，而且比之前更严重。然后你就把这栋房子给炸了。不过没事，你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。我们到时候去跟人家好好解释解释，踏风族的人不会真的怪你的。我怎么叫不正常？我被反噬不还是为了帮他们解决石火王吗？那是没错，但这房子也是你炸的呀。这样，你亲手把这儿修好，咱们去跟人道个歉。道歉？我凭什么要道歉啊？昨天我救了踏风族，我救了临汾街，再不济也是功过相抵，让我去道歉算哪门子道理啊？哎，你们两个，不是，这是什么反应啊？我有说错什么吗？这只是一栋空房子，又没有人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这石火王现在可是要屠他们街的，而且这踏风族的人也是，他们不谢我也就算了，还在背后指指点点，简直是没素质，不识好歹。怎么，说实话也不行吗？踏风族的人就是不识好歹，没素质。你再说一遍。好啊，亏得我母亲还让我来转达，说明天要设宴感谢3位。没想到踏风族在你眼里就是这么不堪，那你倒是走啊，留在这儿干嘛？少将军，我留在这是为什么？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要不是看你是领路人，我现在就不是跟你吵架，而是打架。好啊，打就打，谁怕谁啊？我当然不怕了，我怕你怕我。你们都冷静一点，有话好好说不好吗？没你的事儿。就凭你那3脚猫的功夫，昨天要不是我，石火王早就把这一锅给端了。你菜也就不说了，还没有自知之明。我好心好意说要出手帮忙，你把我锁在那儿说我吹牛，现在呢，打不打脸啊？哎，曹斌，你别说了，越说越过分了。你解决了石火王又怎么样？我看你跟石火王就是一路货色，石火王还没炸房子呢。我看你要是达不到目的，只会比他更坏。少将军，你这么说就离谱了，有点过分了。我是好是坏得看对谁。我现在对临汾街自然是好的，那日后可就说不准了。毕竟，未来的镇魂将是你嘛。你，
你是不是不嘴贱？你会死你！上将军，本来就是这样的嘛，打嘴仗当然不能让。上将军，你别理曹元斌的，他这个人就这样，说话专挑难听的说，但实际上心里不是这样想的。你们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配合倒是挺默契。既已经得罪了我，就不要再来讨好。你之所以追过来，不就是还想着我要给你们领路吗？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啊？虽然曹元斌今天说的话大部分是错的，但有一句话是对的，是我们救了你，别人对我们什么态度我不管，至少我们不欠你的吧？是你们救了我，我在这里给你们道谢了，满意了吗？我不满意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这是道谢的态度？这就是我道谢的态度，你爱接受不接受？我不接受。我告诉你，你要不然别谢，你要是想谢的话，就认认真真看着我的眼睛，好好说声谢谢。我不。想让我好好谢你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有个条件。条件？我们俩好好的打一场，不用守护元神。你怎么又想跟我打呀？昨天不是已经拼过酒了吗？你醉成那样，连扶都扶不起来。昨天的不算，我们真刀真枪的打一场，你敢不敢？你到底为什么这么想跟我打架？我得罪你了？不敢就直说了。有什么不敢的？谁怕谁啊？好，那说好了，明天傍晚，灵峰山山顶。那个，要帮忙吗，北若？你要是以后没那么冲动，我们就不用这么忙了。我不是说了吗？这又不是我故意。我说的不是这个。不是这个，那是什么？多了。比如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，你时刻面临着魔性力量反噬的风险。你一个人偷偷跑出牢房，一个人面对石火王。像你这样接近于零的团队意识，在部队里是要被狠狠批评的。哎呀，我情况不一样，我是镇魂将，这么多年一个人单兵作战，一个人战斗习惯了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你有同伴了。不是说要帮忙吗？还不快点！行，那既然是同伴，教教我呗。敲钉子会吗？啊，来。啊，行。那你帮我扶着，我来钉。给。曹元兵，你身体里的这个力量还是要当心。虽然颜若甫说你像石火王，说点夸张了，但也值得你警醒，不要到时候真的被魔性反噬，做出一些不可挽回的事情。怎么可能？颜若甫那个人是乱说，危言耸听。没错，他就是性格有问题。他是属刺猬的，逮谁扎谁。夏小姐可算是理解我了，那你是不是应该给我赔个不是？你是属狗的，半斤8两。夏琳，你怎么说话？你说你到底是跟谁一边的？哎，行，先修到这儿吧，回去吃饭，吃完饭回来接着修。走。我是很饿，没错，但是夏琳，你也要搞清楚到底跟谁是同伴。好了，你没有这斗嘴的时间呢，好好想一想怎么对付这个领路人，这才是正事。我提一个总方针，曹元兵少说话。什么叫我少说话？你才该少说话。你少说话吧！我跟你说，要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我要去哄那个少将军了。你是要人家当你领路人的，你到底知不知道啊？那又怪我，那石火王还是我打的呢。哦，石火王是你打的，那你去把少将军约打。我要不是还在打人，我早就把他。请进。母亲让我来问，明天的宴席你有什么忌口的？没有。
我这个人很好相处的，什么都不挑剔。我都回答完了，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明天就是我和你的比试。嗯，我知道啊。你都不问问要比什么吗？不是打架吗？我知道啊。哎，又生气了？明天一定要打赢他。算了算了，人家已经主动提出让你关心一下比试内容了，你好歹也要配合一下，求人要有求人的姿态。邵将军，没事吧？没事儿。邵将军，您这又是何苦呢？我生来就比别人弱，所以更加不能偷懒。我不想被别人看不起，看不起到觉得随便打打就能赢。好，那让朗达陪您吧。好，那你帮我看看动作。太晚了，去做点早点睡觉吧。拿着，今晚颜若夫不睡，我不睡。啊，准备好了吗？来吧。朗达，要不你陪我打一场？邵将军，我看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您也早点休息吧。明天你还得给客人表演呢。表演？什么表演？其实我是顺道替将军给您带个话，明日宴席有贵客在列，要您表演节庆式的舞蹈。什么？母亲让我给他们跳舞？卓绝，惊为天人呐！是啊，邵将军平日只会在节日庆典才会献舞，加油！今日啊，算是为那3位破例了。嗯。
行让小孩表演节目，人类的习惯还真是差不多。来，我敬3位一杯。石火王自立为王，这么多年时不时的侵扰和掠夺我凌风街，这次更变本加厉的欲对我们屠街灭族。你们此番将石火王一举消灭，实在是帮了我大忙，感谢。将军，这是我族对3位表示的感谢。将军，你这实在是太破费了，我怎么好意思呢？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么多灵币，带回去小亮不得开心死啊！我罗刹街终于也富起来了。将军的好意我们心领了，但石火王一事你已经投桃报李，答应让邵将军为我们领路，所以就不必再破费了。不错，我出手解决石火王也是为了领路人，将军只要答应让邵将军领路即可。曹兄弟，可能你初来此地，还不太了解我们芦花鼓楼。鼓楼作为传说中神明的居所，其中凶险莫测。数千年来，凡是想进入者，从来都是有进无出的。有进无出？没错。即便如此，3位还是执意要进去吗？在绝对危险面前，知难而退其实并不可耻。我相信，如果你们的亲人要是知道了这个情况，一定也不希望你们为他们冒险的。亲人？看来将军已经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进鼓楼了。啊，韦洛大哥大致都和我说过了。那既然已经知道了，想必也能够理解我们一定要进入鼓楼的心情。方才将军说芦花鼓楼有进无出，那就让我们来成为那第一批从鼓楼里出来的人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隐瞒3位了。其实我族自古以来都有个规定，凡是想进入芦花鼓楼之人，都必须先经历先祖设下的试炼，只有通过试炼之人，才有资格由领路人带着进入鼓楼。我之前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试炼？韦洛大哥，你之前来我们凌风街，也未曾说过你想要去鼓楼啊。那没有通过试炼呢，会怎么样？祖命不可违，恕我就帮不了3位了。试炼自有风险，生死由命，是否参加，我希望3位还是考虑清楚。将军，我想问一下，10年前的那批人，他们也经过了试炼？那是当然。好，既然这次试炼是你踏风族传统项目，那我尊重。10年前的那批人能够通过，我们没理由不能。我参加。我也参加。很好，我非常欣赏3位的意志和勇气。那行，这试炼呢，我就定在明日了，期待3位的表现。将军，我还有一事。如果我们通过了试炼，
将军能保证，让少将军一定为我们领路吗？你放心，我才是这条街的镇魂将，我说了算。不过前提是，你们必须得通过试炼。心中在蚕食着一念，看具象的世界颤动着漫漫琴弦，我们穿过浓烟，无畏风浪过界，便赤足上前。生命如落叶，打捞不到一眼，我蒙蔽的双眼，来窥破未知凶险，在命运的刀尖，面向至暗伤源，感动成一缘。